最近有人在汽车里做无人机悬停实验，就为观察汽车运动时无人机会如何移动。比如匀速行驶中，无人机可定点悬停，说明汽车正在带动车内空气同步运动，于是推测无人机在汽车起步时依然能相对静止。为了验证这一说法，有人在货车厢里进行实验，发现汽车起步时无人机并不是相对静止，而是由于惯性相对后退一段距离。但另一个实验里，车辆起步竟让悬停的无人机加速前进，据说是汽车加速使车厢内出现了前低后高的气压差，所以会推动无人机前移。因此，如果遇到汽车加速时无人机会如何运动的送分题，需要结合物体惯性、空气阻力以及气压差权衡考虑。那么，请在公屏给出您的答案。我相信会有不少人掉进陷阱，但只要我们分别研究车厢的气压和无人机的受力，就可得知无人机相对车厢的运动情况，以及正确答案选地的原因。比如，这辆容积58立方米的厢式货车所运载的空气重达70公斤，这导致汽车起步时，空气因惯性而相对后退挤压车厢，使得后段的空气压缩而前段拉伸，形成了前低后高的压差。这会推动车厢里气流的氢气球向前偏斜，汽车匀速前进则压差消失，气球会回到原位。反之，刹车时空气因惯性而向前冲撞车厢，形成前高后低的气压差，又推动气球向后偏斜，直到汽车刹停，压差消失，气球才重新回位。可见车厢加减速时，其中的漂浮物体会受到压差推力。接着再看车厢里悬停的无人机，当汽车开始加速，无人机因惯性相对地面保持不动，那么在车厢里就会看到它在加速后退，就像受到了作用力。所以在车厢这个非惯性参考系里，我们就给惯性的无人机一个假想的惯性力，好让后续的分析更加方便。既然无人机在加速后退，那就会受到向前的迎风阻力，其大小和后退速度的平方成正比，并且汽车加速还使车厢里出现向前的气压差，又让无人机受到压差推力。这样随着后退速度不断增加，迎风阻力加上压差推力最终和惯性力等大抵消，让无人机进入匀速后退。所以只要汽车前进的加速度不变，那么无人机就会做加速度减小的加速运动，直至匀速，结果是一直后退到撞墙为止。所以前面的这道题目如果没有把握，那请记住3短一长选一长，所以答案 D 呼之欲出。但假如汽车经过提速开始匀速前进，那么车厢的空气压差和无人机的惯性力都同时消失，只剩下风阻让无人机继续减速后退一段距离，直至刹停。而以地面为参考系发现，汽车从0开始加速达到匀速的过程里，车厢推动的空气在对无人机持续施加风阻和压差推力，让它也从0加速到和车厢同速，但无人机受到的空气推力较弱，以至于相对地面的加速距离比汽车更长。同理，刹车减速时，无人机由于惯性在车厢里加速前冲，所以在车厢参考系下可赋予其向前的惯性力，而不断增大的风阻叠加压差推力，最终和惯性力等大抵消，使其进入匀速前进。如果此时汽车刹停，则惯性力和气压差消失，无人机会被风阻减速到0。所以从地面角度看，只要汽车减速时间足够长，无人机就会相对车厢做加速度减小的加速运动，直至匀速。当汽车停止，它才开始减速，然后经过一段距离刹停。所以无人机相对地面的减速距离比卡车的刹车距离更长。根据上述结论，再来看开头这段视频，无人机在3秒内后退约2米，然后转为惯性前冲。要完成这一动作，司机只能轻点油门，提速到每小时2到3公里，然后就要松油减速。如按照外部视角这样迅猛加速，无人机的实际后退距离将远超车厢长度，结果一定是后退撞墙。但奇怪的是，这架无人机并不后退，而是在相对汽车前进，这真的把我整得不会了。